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中国福建省南部沿海的区域被称为闽南地区，以其独特的闽南文化而闻名。同时，闽南也是许多南洋华人的祖籍地。在这片向海而生的大地上，有极具特色的地方语言、饮食文化、传统建筑、民间信仰以及戏曲艺术。其中，闽南美食是常被提及的标签。而福建漳州又是闽南美食中的王者，漳州小吃被誉为古早味鼻祖，种类丰富多样，工艺传统古老，代表了最地道的闽南风味。许多流行于台湾和东南亚的美食，若追根溯源，或许都会指向福建漳州。漳州丰富的底蕴不仅来自于分布在城中各处的传统美食，这里还有风格独特的闽南古厝，以及世界文化遗产客家土楼。这一次的旅程非常丰富，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走遍漳州城，尝美食小吃，去沿海区县看地方特产，之后再深入漳州山区寻土楼古迹。漳州古城的历史始于唐代，已有1300多年。古城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区域，这里集中了历史建筑、地方文化，当然还有不少漳州美食小吃。海蛎煎是蚵仔煎在闽南地区的称呼，可以说是最经典的闽南小吃了。而漳州的海蛎煎在做法上却独树一帜，烹饪方式并非油煎，而是油炸。这样做出来的海蛎煎在味道和口感上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，颜色金黄，非常酥脆，油香中混合了蚵仔的鲜与鸡蛋的香。闽南地区的海蛎煎会搭配酸甜辣酱，而每家店的酱汁都有各自的风味。白色的小菜是腌萝卜，看似不起眼，当在口腔中与海蛎煎相遇，就会立刻迸发出舌尖上的惊艳。酸酸甜甜与酥脆香浓融合得恰到好处，不禁感叹最初是谁想到了这绝妙的组合。油炸是街头小吃最常见的制作方式，红薯、芋头、菜果、蚵仔、紫菜等等都可以用来油炸。外层裹的并非面粉，而是地瓜粉，口感薄脆，很好吃。而它们都有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闽南炸物。麻糍是很受欢迎的传统小吃，不论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喜欢这种软糯的口感。漳州的手工麻糍很有名，糯米外皮包裹着甜甜的内馅，皮薄软糯，馅料多为花生和芝麻，
在等待制作的过程中，见到进进出出有不少当地人都会过来外带一份麻糍。2个，拿2个。四果汤并非汤，福建人喜欢把汤汤水水的糖水叫做甜汤。四果汤在漳州、泉州一带很流行，而其中的四果究竟是哪4果？或许当地人也没有标准答案。红豆、绿豆、莲子、仙草、薏米、银耳，越来越多的料都可以加入其中。福建夏日酷热，冬日温和，一份冰品四果汤适合4季。7克。好的。好，旁边收住。谢谢。也算是那个非洲鱼。甘草水果起源于中国广东潮汕地区，后来慢慢地发展到福建等地。最初是由于一些本地水果过于酸涩，用甘草汁腌制反倒生津好吃。现在的甘草水果种类丰富，口味清淡又独特，非常好吃。一些闽南油炸小吃吃多了不免腻口，来上一份甘草水果，清爽解腻。入夜后的漳州古城更多了一份韵味。从香港路漫步到台湾路，街巷中不少老店铺仍旧保留着曾经的模样，给人一种时光倒流回到民国时代的错觉。流着泪的你的脸，你也是我。从街景建筑似乎看不出，漳州这座城市的人均 GDP 超过11万元，远高于中国的人均水平。
而与之相对的小吃物价却很亲民。漳州人的一天往往从一碗锅边糊开始。这3万我嘞。可以抓人地瓜。好。好。锅边糊的制作过程如同其名，米浆沿着铁锅边环绕一圈浇下去，待米浆变硬成型后铲到滚汤里煮。汤底相对简单，但味道很鲜。锅边糊的丰富度则是来自于各种卤料，卤大肠、猪皮、笋干、卤蛋等等。每一位老顾客的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份加料清单，而像我这样的新手，常常则是看得眼花缭乱。笋豆干还有呢？要一个卤蛋。啊，卤蛋，豆干。第一个。啊，第一个。好，嗰啲睇到啊，嚟嘅。即係話分落先。搞多條。搞多條。啊，蘇麻粉嘛，係嘛？啊。要问老妈用多一点。都是3万啊。26点。然后你再平吧。哎，我不用。地瓜咁是地瓜，地瓜芝麻。另外就是芝麻，红吧。好，给点风险。到我这儿。如果出了漳州城，可能就再也吃不到豆花粉丝了。作为漳州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小吃之一，豆花粉丝已经成了人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。豆花很常见，粉丝也很常见，而将它们结合，再搭配上自己喜欢的加料，就成了一份专属于漳州的味道。在众多加料中，这种甜香肠特别好吃，有浓郁的酒香。汤头浓郁，豆花柔嫩，粉丝顺滑，卤料味足，不禁感叹漳州美食小吃的丰富。有句夸张的说法，每个漳州人的心中都有一碗卤面。漳州的卤面久负盛名，在漳州的大街小巷中，不知道有多少家卤面，每家的做法各有千秋。面是碱水面，各种卤料自选添加，卤汤头是关键。汤底熬煮得十分鲜美，
用料包含鸡蛋花、香菇、鱿鱼丝等等，之后加粉调至浓稠。每一口卤面都被满满的浓稠鲜味包裹。我出嚟地市來啊，不如100人。有一句经典的美食解说词：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强调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。漳州当地流行的生烫是完美诠释。所谓生烫，就是将诸多食材在滚开的高汤中迅速烫熟，还原了食材本身的鲜甜，又保留了脆嫩的口感。数十种的食材涵盖了海鲜、肉类、内脏、蔬菜，还有粉面。每一份加料的生烫价位从10几元到20几元不等，多寡随意，丰俭由人。问这种呀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白菜，还有什么？生烫的手法看似简单，实则大有讲究。对于时间的把控是精髓所在，多1秒肉老，少1秒夹生。一碗生烫，味道清淡，高汤鲜美。它既可以做早餐，也可以是午餐，还能当做宵夜。本地人吃生烫常会加一份粉或者面，另外也有沙茶口味。我试了一份，汤头更浓郁，多了一丝辛辣口感。漳州有一道古老的小吃叫贝肉，曾经淡出街头，后来又重新出现，并且成了有名的网红小吃。不少来到漳州的游客都会前来打卡。曾经经营路边摊的老板，如今已经成了老伯伯。贝肉的原料是猪前腿肉，先用白酒、糖、盐等调味，之后晾晒到半干，再进行焙烤。肉片吃起来有非常浓郁的熏烤味道。漳州小吃种类虽多，所用食材却都是新鲜易得。平凡朴实的原料，经过巧妙拼搭与调味，就成了经久不衰的老味道。而老味道最集中的地方，往往在老街巷。甘仔市就是这样一处地方，浓浓的市井气是如今难得的城市记忆。
嘅照片啲啊。闽南烧肉粽历史悠久，用料讲究，精选食材包括干贝、猪肉、虾米、鲍鱼、薏仁、莲子、香菇等等。煮粽子火要旺，趁热吃，粽子色泽油亮，油润不腻。同音，同样就误会了，也有这个沙杯面，也有沙茶面。印尼口也是沙茶酱用的多一些。沙杯是印尼话烤肉的意思，哦，跟闽南话变成沙茶的比起来，讲话会同音。像这些肉啊，一些像夏天都喜欢蘸一些酱。里面是有加的咖喱啦，自己做的咖喱酱。大家是，看这开了而已。哦，谢谢。漳州街头的许多食品店都会售卖各种各样的糕饼，这些传统糕饼多是由糯米或小麦粉制成，口感非常细腻。花生、芝麻是常会用到的配料，因此吃起来更加香甜。闽南地区糕饼的种类非常多，也常常作为游客们的伴手礼带回去。一盏清茶，一块糕饼，就是地道的一份闽南味道。锅烤馒頭、貴劇饅頭，鍋烤饅頭、貴劇饅頭，鍋烤饅頭、貴劇饅頭，貴劇饅頭，鍋烤饅頭。漳州街头常能看到漳浦肉圆的招牌，那是漳浦县有名的传统美食。
漳浦县位于漳州市区东南，是农业大县，自古以来就是福建有名的鱼米之乡。六鳌半岛上的土质是富硒沙地，含有天然盐分，因此产出的红薯其甜度远高于普通红薯，且富含有更多的微量元素和纤维素。六鳌蜜薯口感甜糯，成为漳州有名的农业特产。微信收看花园。漳浦肉圆的盛行始于清朝末期，已有100多年的历史。可以单吃，也可以加面，一份10元有10个肉圆。地道的漳浦肉圆原来外形是扁一些的椭圆形，口感柔脆有弹性，肉香鲜美。漳州地貌多样，地势从沿海平原向西北抬升。丘陵山地广布的平和县是福建另一大特产平和蜜柚的故乡。这里柚子树遍布山林，清朝乾隆年间就被列为朝廷贡品。继续深入山区，渐渐的，乡间开始出现一种独一无二的客家民居——土楼。福建土楼最初的历史要追溯到宋元时期，中原战乱，大量北方汉族民众南迁，进入闽地，形成了后来的客家人。为了族群聚居，抵御外敌，建起土楼。朝代更迭，历史变迁。这些藏在大山深处的客家土楼，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外界知晓。这座深远楼始建于民国时期，原楼直径有81米，现在几户人家依然生活在这里。你好。在这种独特的民居中，纵向以竖排为1户，通常1层是厨房，2层做粮仓，人们居住在3、4层。阿伯和我说，以前住的人多，热闹得很，最多的时候加起来有500多人生活在这座土楼中。病了好多年了，还有钱来治。
在中国福建省西南部的大山里，散落着约3万座大大小小的土楼，其中大部分为方形土楼，只有300多座是圆楼。最大的圆楼直径达到了108米，最小的其外直径约14米，或圆或方，融入在闽西南的青山绿水间。福建土楼是客家人勤劳与智慧的结晶。红砖古厝则是闽南民居的经典风格。被誉为闽南第一村的戴美古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，是现存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。布局对称，排列整齐，红瓦屋顶、砖石墙壁，还有极具闽南风格的曲线燕尾脊，如同一幅闽南古典画。如果来到福建漳州，请不要匆匆离去。这座闽南老城值得花时间去探索，有美味，有历史，有风光。好啦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